大家好，我是沙白，我又回来了。今天又是心平气和的一天。很多人就是会问我说：“哎，现在这个日子越来越近了，你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我没有哎，我每天都是感觉都是一样，就是希望快点到那一天。快点到那天，我每天还是不停的在看我的 calendar。OK，counting down，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我觉得数这个就是说倒数的时间的这个开心，远远超越以前，就是每年这个就是过年嘛，不是跨年也会倒计时嘛，要开心很多很多倍，我心里面也非常平静。很多人可能就觉得说啊，有些网友可能会看了我部分发怒的视频啊，可能觉得说我是一个现在特别愤愤不平的。其实没有，我觉得我的心态，应该是比普通的人要好不知道多少倍。你知道为什么我比普通人好不知道多少倍？就是因为我善于适当的发泄自己的情绪。就是人都是应该可以愤怒的，就是当你遇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对吧？或者说被人强迫要这样或者那样，我觉得你不发怒你才会心理不健康。但是我们不要把这个发怒的时间搞得很长，就比如说你就发那一阵子就好了，然后接下来的比如说你一天一共24小时，你就发怒这么10分钟又咋的？你后面的爽了呀，这个不良的情绪从体内排泄掉之后，你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去 happy 了，对不对？然后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张能量等级表，是 Stephen Hawking 的。其实愤怒它的一个能量的一个等级并不低的，它远远高于害怕，高于你感觉很羞愧，感觉很可耻，它其实还是有能量的 OK， 但是我们不能太长时间的陷在这种愤怒的情绪里面。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特别大的话题，就是人有自由意志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宏大的哲学话题。就比如说现在在屏幕前的你，对吧？你觉得你是通过自由意志就是巧遇到了我吗？还是说你内心深处其实也是一个追求自由的灵魂，只不过可能你在现实生活中没有活出这个样子，正好可能就是我代替你说出了你心目中想说的一些话，对不对？或者说你觉得你娶那个女孩子是正好是怎么说呢？那么的巧合，你就碰到了心目中那个他还是说其实你是因为受到了母亲的影响，对不对？其实是可能潜意识里面是按照你母亲的形象去找了这么一个女朋友呢，对不对？这些问题其实没有一个定论，但是我觉得我们作为人应该要去好好的思考一下这些问题。那我自己就是觉得我是一个非常中立的，就是说我不完全觉得说我们人类是完全没有自由意志的，也就是说我不太会去完全的相信拉普拉斯的决定论。拉普拉斯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法国数学家兼天文学家，他认为万事万物都有一定的这个规律，所以说我们所有的这个事件的发生都逃不脱他那个事物内在发展的就是一个规律。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唯物主义的决定论，也就是说我们自己人类不能够主导自己，是根据就是说整个万事万物的规律被推着前进的。但如果你是一个唯心主义的一个决定论的话，你可能会觉得说一切都是事先有老天，对吧？已经给你写上一张蓝图了，你再怎么样努力都逃不脱这些蓝图。我本人呢觉得说决定论你可以听一听它有它的道理，但是如果你完全相信决定论的话，你就会陷入就是哲学上的虚无主义就觉得一切都没有啥意思了，对吧？我什么再怎么努力都没啥卵用，那我还努力干嘛呢？对不对？我再怎么样这个努力都挣脱不了这个命运给我事先写好的剧本，那我还努力干嘛呢？甚至连那些杀人犯都可以说我杀了人，我不用为这个行为承担任何责任，因为这一切都是命定的，对吧？我觉得，所以说看事情，我觉得就是你要从方方面面去看它。那我是不是一个完全去拥护一个就是绝对自由主义论的呢？我觉得我也不是。比如说凯恩他就认为就是说人是有完全的自由意志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说除了牛顿的经典物理，对吧？它是讲究因果论的。我们现在有这个量子物理大量的这个理论注入到我们的脑中，在量子的世界里面，一切都是那么的诡异，一切都是未定的，一切都是量子的叠加态，就是任何事情它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在量子的世界里面，我们有无限的可能性。所
所以说他认为人是完全有自由意志的。那我觉得我是一个折中主义者，就说我觉得就是说可能有一些大的剧本啊，已经给你就是框定好了，就比如说我天生生下来我就有红斑狼疮这样的基因，但是你选择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样的生活，是靠我自己的自由意志的，对吧？不是说我们人类作为人，他如此的渺小，以至于连一点自由意志也没有，对吧？我面对红斑狼疮，就像我之前在我这20年对待狼疮的态度，你们也看到了，可能跟别人是非常不同的。我没有说谁优谁劣，但是这就是我对待狼疮的态度，而且我自己回顾一生，我认为很好。就是你叫我再重过一遍，我还是这么对待狼疮。OK， 我还是不会走传统的道路，我还是不会去吃大量的激素，我就是要这么活。包括我觉得人其实他痛苦的根源就在于他没有选择，如果他有了选择，他就不会痛苦了。大部分的人面对一个事件，比如说不是很顺心的事件，他选择的是忍耐。可是我认为你与其选择忍耐，你与其去锻炼你忍耐的能力，对吧？ Which is not good for mental health， 对心理健康是不好的。你还不如去锻炼自由选择的能力，锻炼相信你自己的能力。你们说是不是？就比如说我当时，我要看提纲了，我今天要说的东西太多了比如说我当时就是说很苦逼的做建筑的项目经理嘛，我觉得这个日子我不想过，我不能想象说我到了50岁了，我还在工地上当个包工头，对吧？所以我选择了读 MBA， 是不是？比如说我当年觉得，哎呦，感情这种事情对我这个水瓶座来说太束缚了，所以我选择单身，对吧？还有当年，比如说我觉得打工就算是拿到了再高的，比如说是高薪打工仔，我也觉得非常的憋屈，所以我选择了创业。那即使是我现在病痛了，我被剥夺了很多正常的自由，我依然是有选择的，这就是宇宙爸爸给到我的作为一个人的自由选择权，我还可以去瑞士。所以我这一生都没有真正的痛苦过，即使是痛苦那也是短暂的，因为我永远有一个 option， 永远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好吗？谢谢，祝大家国庆节愉快，拜拜。